哎，你知道西方人都觉得咱东方人看起来更年轻这个事儿不？在国外，他们经常说这句话，就是 Asians don't age，就亚洲人不衰老。在他们心中，亚洲女人不好惹，买包不稀拎，口红挑着抹，嘎叽窝没有味儿，脑门上不长褶。天哪，就是神话。虽然咱也不知道为啥哈，就在你们心中，我长得就比较风尘，就老有人以为我47，但其实，在他们心中，我也是神秘的东方女子，就看不出年龄。曾几何时哈，我大胖媳妇领着我去过一次，就温哥华附近什么海滩去游泳去。但说这个比基尼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裁缝下料太节省，寂寞沙洲冷，太冻得上。完后来想咋办呢？给我买套潜水服吧。但是他为了图便宜嘛，就给我买的是二手的，还是个9到12岁男童款。结果我穿上以后，我坐在腿上，在美丽的海景中走出了一个严肃的海景。要现场给他拘捕。这个海景呢，以为我是个小男孩，以为他是个恋童癖，就差点就给抓进去了。这事儿以后有空再跟你唠。那你说为啥咱看着比他显年轻呢？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他们特别爱野生美黑，完自己吧还贼拉不禁晒。我这大胖媳妇哈，有一次和一群他的这些外国友人朋友在厦门租个渔船出海游玩，结果在船上就突然间就非要调皮，跟人家这个大福建这1.59米的小渔夫斗酒，人家喝白的，他们喝啤的。结果完败，人家大福建代表队，人家这老头喝完咋的咋地，人家练双杠去了，咔咔给双杠撸的直冒火星子。这几个外国人，我的妈，在船头上倒一片，漂白一片的，直晃眼睛。刚开始吧没啥事儿，这个船的这个棚有阴凉，但是后来太阳公公他慢慢的移步了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个浪，烈日带着小灼心踩在滩身上。这3个健硕的肢端肥大症吧，咱说就是全晒伤了，而且我都从来没见过人类能被晒成那样。关键吧，他是按照大小个来的，幸亏我老公是最矮的，就晒出个蹄儿。最高那个他支出来的部分就越长了。哎呦我的妈，那咋说呢？前槽后丘加腰盘都晒熟了，感觉当时要是再来点蒜酱哈，就直接能下酒，还是道名菜，不知道你吃过没？叫悄悄话。哎呀，敢问青春谁无悔？一群猪羔过热水，矮个只烫脚心毛，高个殃及小花蕊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吓唬你，现在他的脚就比他这个人老。再总结别的原因呢，我不知道别人家啥样，就我对我大胖媳妇他们家的这个观察，我觉得还有个原因就太能吃糖。就他们饭后上的这个甜点，这个甜度怎么形容呢？前调是英雄虎胆，后调是红颜薄命。要问味道真如何，一口一个糖尿病。不过我倒是挺怀念，就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哈，就不用太保养，不用太注意，不用太考虑自己是不是显胖，自己是不是显老。这回来，哎呀妈呀，外貌焦虑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就感觉身边的中国女性真都太年轻、太好看。等我生完孩子，我也去做个热玛吉啥的。然后我现在也有压力了，需要护肤，需要美丽，所以今天我推荐一款羽西2021年新年艺术家限量版鎏金瓶。妈，你们不懂，我一直老期待就做这个首饰的这一刻了，感觉自己就进入了时尚圈的感觉。羽西这款鎏金瓶有高达9%的高浓度玻色因，还有稀缺虫草精华，能让胶原蛋白流失的没那么快。哎妈，多亮！说实话呢，就肯定有比这个玻色因浓度更高的抗老产品，那是有，比如黑绷带、修丽可紫米精华，但是价格呢，就他们肯定就是更酷炫了。我现在呢，虽然比以前有钱了，但是买东西我还是得买性价比更高点的，就比如这个400多块钱的鎏金瓶，长期使用能淡化法令纹、抬头纹，紧致下颌线，充盈苹果肌，千元级贵妇精华肤感，滋润好吸收，不厚重不黏腻。趁这几天买，还有买1送1的优惠，值得入手。你说就这个人这个情商可咋整呢？真是中国老丈母娘命中一道坎，天天给我妈拆台。我妈呀是个很好面的人，俺家人一多的时候，如果谁夸孩子有啥优点，我妈都说随我随我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说，难道不应该随我吗？我说他说随谁就随谁。然后我姥说，哎，你说咱家这拿铁哈，也不怪人别人说，真像个猴，你说随谁呢？大胖媳妇直勾瞅着我妈，随你。然后我就跟他解释，我说孩子随谁这个事儿吧，他不是固定的，你得先分清好赖话，然后随机说。大胖媳妇说，鸡是谁呀？那就说拿铁像猴这个事儿，那到底是随我随姥姥，还是随鸡呀？还是随鸡呀？我妈看着我搁那跟他解释了，跟我说，你俩不用跟他说悄悄话，孩子随谁这个事儿我无所谓，你们开心就好，我随便。大胖媳妇说，你看我刚学会随机，你要随上便了，你要随上便了。咱们很多老人其实心态都这样，就爱显摆孩子。哎呀，那比的那跟小孩似的。就比如他们对小孩成长有套话，什么3月翻身4抬头啥的。我妈很拼呐，在奥达2个月的时候不翻身，我妈就天天怼他翻，他也不翻。然后有一次俺家里来人，这个人是谁干啥的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的孙子已经翻身了。我妈急坏了，急中生智，她把他的电动床垫子给调了，
哎，一边高，然后就跟我这个远房的老姨展示这个孩子是怎么咵翻身的。我这老姨说，哎呀妈呀，这孩子太硬实了。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姨，这个床你上你也翻，你上你也翻。到了拿铁这儿呢，拿铁跟他姐不一样，什么抬头翻身还真都挺早，尤其是长牙早，哎呀妈，2小排。我妈非常开心呢，到处显摆，一会儿就让拿铁笑。为了堵住大胖媳妇的嘴，我妈直接告诉他，你不用不理解，你爱理解不理解，3岁看老，长牙快，啥都快。大胖媳妇说，妈，你知道世界上牙最多的动物是啥不？是蜗牛。这个动物吧，除了长牙，啥都慢，啥都慢。拿铁出生的时候5斤8两，我妈逢人便说7斤。大胖媳妇就问我+2是什么风俗？报虚岁啊。然后前2天在楼下，我妈看着一个跟拿铁一样大的小孩，27斤。我妈张嘴就说，我孙子28。大胖媳妇说，拿铁不是26吗？这又是随机还是随便的？咱妈以前是不是干过屠夫？怎么报斤数的时候总是有点莫须有的成分在呢？我妈就说，大老人你不懂，就是这个心情。我的孙子那就得胖乎，哎，白胖白胖的。大胖媳妇说，那不是我吗？那以后出门我给你装会孙子呗。我就劝我妈，我说心情可以理解啊，但是拿铁人是标准体重，你非得整的跟他爸一样干啥呀？他吃的香，拉的臭，26斤腱子肉，这不喝了6个月诺优能运会吗？吸收好，身体好，一点不虚胖，里边都是天然 OPL， 而且他姥不也老说吗？天然的才是最好的。拿铁过年带回去，俺家人都说壮实了，我还跟我嫂子说，我说我强烈推荐你给我大侄儿整上。最近我妈可老自豪了，全铁岭都知道拿铁已经会倒背唐诗300首了。黄河入海，欲穷千里，更上一层。大胖媳妇都说我儿子这唐诗硬背出了3句半的格式，跟3句半似的。反正我是觉得啊，孩子到底是2岁还是2岁1个月背黄河入海流，没有啥本质区别。如果哪天他们自己主动思考了一下，问你黄河为啥入海流，我觉得那时候孩子那个动脑能力那是更上一层楼。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汉语比你好，他头发比你多。哼，烦死了！今年的中秋节，他说他要承办，说感觉现在的节日气氛太淡了，他今年要担起这个文艺复兴的重任。结果置办的所有事儿全劈叉了，明明是自己买月饼买错了，他还气够呛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现象？就当你对一个语言不是很熟悉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把2个完全不相关的词儿记串台。他就经常这样。曾经有一次我在伦敦让他去买豆瓣酱嘛，他也不懂豆瓣，也不懂酱，就只能硬记，就豆瓣酱、豆瓣酱、豆瓣酱。然后走路走了20分钟，到了华人超市，到那老板问他你要啥呀？他说赵本山。老板说你要碟啊？他说我要罐啊。碟是什么意思呢？散装的。这次又是买月饼，他带孩子自己去买月饼，我出差不在家，他自己打车去的。走之前我就怕他去错地方，我说你到了商场啊，你就找稻香村。他说我懂，而且我还知道我在北京不能说稻香村，得说稻香村。我说就是稻香村。他说稻香村，稻香村，然后就去了。咱也不知道路上是哪个点开始又窜台了。到那儿见着1楼保安大爷，我要倒插门。保安大爷说你到哪倒插门啊？我老公说我问你呢，哪里倒插门啊？保安说我不知道你上哪倒插门，我也没倒插门。而且小伙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不行叫倒插门，那个叫赘婿。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找着没啊？他说保安说现在那个店叫赘婿。关键是最后不但倒插门没找着，买的东西全是错的。我让他买月饼，他买了牛舌饼、老婆饼、油炸糕、枣花糕。这个是啥呢？开花馒头。我说买的挺好，别再买了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他说那这个我不服，那商家往那月饼里放鹅肝、放螃蟹、放火腿、放冰激凌，啥贵放啥。他们说那是月饼就是月饼，几十块上百块钱一个，他咋不直接往里放钱呢？月饼变了，月饼他现在的象征也不是团圆呢，就是烧钱呢，直接叫烧饼。月饼现在定位极其模糊，迷失了自我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买这个都可以叫月饼。你说这个 moon cake 有酥皮有 cake， 就是没有 moon。那我买这个老婆饼外父派，有酥皮有派，就是没有外父，有什么问题呢？然后晚上很委屈，坐在沙发上自己扒扒。哎呀，人本来我自己上网查的资料，今天还有个传统，我本来想再置办点桂花酒，但是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买，月饼都买错了，酒再买错，桂花酒，咱也不知道得多贵才能叫桂花酒，节过的太烧钱，烧饼加烧酒。